好，今天呢，再给大家讲一个知识点啊，是有关求轨迹的问题，轨迹方程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看例题一，设 O 是坐标原点，点 M 在这个椭圆上 ，x 方下边的数大交点在 x 轴，画出椭圆，过 M。动点 M 在椭圆上，我们随便的找一点，比如说这个就是点 M， 经过它做 x 轴的垂线，垂足是 n， 好，垂足是 n， 点 P 满足 ，MP 向量等于根号2倍的 NM 向量。我们曾经学过，如果 A 向量等于栏目的倍的 B 向量，那么就能够推出 A 向量和 B 向量是共线的。既然有一个公共点 N 这样的两个向量存在这样的关系，说明 NP 向量与 NM 向量是共线的。还拥有一个公共点 N， 于是我们就知道点 N、点 P 和点 M 3个点是共线的。我要求谁的轨迹方程呢？我要求 P 的轨迹方程。P 在哪里呢？ NM 向量是这一段它的根号2倍。说明把它的模拉长了，根号2是1.4嘛，得到的是 NP 向量，说明点 P 大概在这个位置，这是 NP 向量。NP 向量的模长是 NM 向量模的根号2倍。求谁的轨迹方程，我就设谁的坐标。我们以前说过，叫求谁设谁。求点 P 的轨迹方程，我就设点 P 的坐标 xy， 我就找这对 xy 所对应的方程。由于我们3个点是共线的，点 M 的横坐标跟它是一样的，纵坐标是 y0， 点 N 的横坐标和点 P 也是一样的，纵坐标是0。我就把这些点的坐标都标完了，然后就根据这个式子 ，NP 向量它等于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NP 向量 ，x 减 x 是0，y 减0是 y。NM 向量呢 ？NM 向量，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0，y0减0就是它。由它我们就会得到根号2倍的 NM 向量，它是0度根号2y0，它是等于它的，显然坐标就相等。横坐标志不必说 ，y 就等于根号2y0。我要求的是什么呀？我要求的是这对 xy 所对应的方程。现在呢，所有的已知都在这儿，我怎么求呢？找几何特征点 M 它是落在椭圆上的，它的坐标是满足椭圆的方程的。我把这对坐标带进去 ，x 的平方除以2加上 y0 的平方是等于1的。可是我想求的是 xy 的方程啊。x 就是这个 x 了它的横坐标和它是一样的。y0 把它除过来，根号2倍的 y， 根号2分之1倍的 y 就等于 y0， 所以把它带到这里来。那么2分之 x 方加上y0 的平方就等于2分之 y 方，加上2分之 y 方是等于1的，所以呢 x 方加 y 方等于2。那么这对 xy 满足 x 方加 y 方等于2，它是圆的方程。
那么刚才我用的这个办法叫什么？叫做转移代入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转移代入法。我要求 x、y 所对应的方程它没有，可是我点 M 对应的方程有。但是呢，我点 P 的坐标和你点 M 的坐标有关，横坐标是一样的。纵坐标呢，我可以用含有我这个 y 的代数式来表示 y0，你有方程，我就借光有方程了。那么这个方法叫转移代入法。好，再看一道题。下一道题，大家快点读题。首先，我建立直角坐标系，我把已知整理到图上。有一个点 F 的坐标，它是根号2逗0，这是落在 x 轴上的点。还有一条直线是 x 等于2倍的根号2，这是根号2，2倍的根号2。这条直线就是 L， 它是 x 等于2倍的根号2。有一个动点 M， 它到直线的距离为嘚儿，它到直线的距离为嘚儿，其中这个嘚儿还等于根号2倍的 MF。它到直线的距离长，到 F 的距离短，是它的1.4倍，好吧？这是 M， 它到这条直线的距离是嘚儿，它到点 F 的距离就是这个线段。题中说嘚儿是等于根号2倍的 MF， 这不是在给我等量的关系吗？让我求的是点 M 的，让我求的是点 C 的方程，所以我先把点 M 的坐标设出来先表示一下这个嘚儿以及等于的 MF。嘚儿是啥呢？这段的长就是这段长。这点的横坐标是 x， 这个点的横坐标是2倍根号2。数轴上两点间的距离是右边点的坐标减去左边点的坐标，所以嘚儿它是等于2倍根号2减去。我不知道它是落在哪里的，它也很可能落在 y 轴的左侧，横坐标是负的，所以我要减去它的绝对值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到直线的距离是这个，它到直线的距离是这个，所以这个距离呀，我应该是2倍根号2减 x 的绝对值，也就是它也可能是在这条直线的右侧，所以呢，我要给它加个绝对值。那么 MF 当然就是两点间的距离了。它就是 x 减根号2的平方加上 y 减0的平方。那么根号2倍的它就等于根号2倍的它，它们俩相等，于是我们就得到2倍根号2减 x 的绝对值，它等于根号2乘以根号下 x 方减去2倍根号 2x 加2再加 y 方。左右两边分别平方，左边是2倍根号2，我直接展开左右两边分别平方，左边一平方变成8减去4倍根号2x 加上 x 方，右边一平方呢，2的平方剩2了，右边剩下根号去掉，剩 x 方减2倍根号2x 加上2加 y 方。
所以是8减4倍根号 2x 加上 x 方等于 2x 方减去4倍根号 2x 加4加上 2y 方。4倍根号 2x 左右两边都有，约掉了。把这个 x 方移过去，它不要了，就剩一个 x 方。把这个8移过去，就变减4，它也不要了，左边就剩0。所以我得到的方程呢，就是 x 方加上 2y 方减4等于0。x 方和 y 方它的系数是不一样的，显然它一定不是圆儿。如果你要继续往下配方呢，有可能得到的是椭圆儿。它就是椭圆儿。x 方不用配方，直接把4移过去等于4，x 方比4加上 y 方比2，它是等于1的，这是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儿。好了，我们再看一道题。下一道题，设 F1、F2 是这个椭圆的左右交点，过 F1 的直线和椭圆交于 AB 两个点。如果 AF1 等于3倍的 F1B，AF2 还是垂直于 x 轴的。让我们把这个椭圆 E 的方程求出来。椭圆 E 的方程实际上已经给我了，它只是呢 B 不知道，我要求出 B 方。它是左右两个焦点，焦点在 x 轴上的椭圆非常明确，那么我就画出椭圆。这是左焦点 F1，这是右焦点 F2。过 F1 的直线和椭圆交于两个点，经过点 F1 的直线和椭圆交于两个点，而且呢 AF2 还要垂直于 x 轴。显然点 A 是在这儿的，这是过 F1 的直线和椭圆交于 AB 两个点。一提到经过焦点还垂直 x 轴，我就想到通径 ，AF2 显然是半个通径，它的坐标呢是西逗0，它的坐标是西逗 a 分之 b 方，因为通径是 a 分之2b 方，半个通径是 a 分之 b 方，它的坐标是负西逗0。那么为什么要给我 AF1 的长等于3倍的 F1B 的长？它是3份儿，它是1份儿啊。我说的是份儿，不是说它等于3。它们俩的比值 ，AF1 等于3倍的 F1B， 所以 AF1 是3份儿 ，F1B 是1份儿。那么后边这个垂直我已经表达完了，让我求。我现在要求 B， 我就需要找一个等量的关系，怎么找呢？记住这句话，这是一个经验啊。绝大多数时候，只要给了我线段之间的关系，你就把它转化为向量的关系。给了我线段长度的关系，我就把它转化成向量的关系，也就是 AF1 向量，它等于3倍的 AF1 向量，等于3倍的 F1B 向量。找到这个向量的关系有什么用啊？我当然有用了，我需要方程啊。
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设一下点 B 的坐标啊？点 B 的坐标我们怎么设？我暂时把点 B 的坐标设为 xy。AF 向量我要用坐标来表示，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负西减西负2西逗0减 a 分之 b 方负的 a 分之 b 方等于 f1b 呢？f1b 我要表示一下啊 ，f1b 向量它等于中点坐标减起点坐标 x 减负西 x 加西 y 减0是 y， 3倍的那就是3，所以它是3x 加3西逗3y。两个向量的坐标相等，横坐标等于横坐标，纵坐标上 x 加3西等于纵坐标，所以呢，把它移过来，这就是负5西我不在这儿写，我在这儿写，把它移过来，负5西等于3x，x 就等于负的3分之5西。y 等于负的3a 分之 b 方，所以点 B 的坐标我就求完了，我能求什么我就求什么。我现在一直是在整理已知负的3a 分之 b 方。求完了之后干嘛呢？点 B 可不是普通的点，点 B 是在椭圆上。所以点 B 的坐标满足椭圆的方程，我把它带到椭圆方程当中 ，x 的平方，它的平方9分之25西方。这里边 a 方是1 ，a 是个已知的数 ，a 方是1，a 是1，所以它就没有了。加上负的3分之 b 的平方是9分之 b 的4次方除以 b 的平方等于1。那么9分之25西方加上除以 b 方乘以 b 方分之1 ，b 方跟它约掉一个，9分之 b 方是等于1的。我都把它画成西方的样子，9分之25西方 b 方等于 a 方是1减西方等于1，25减1，24西方加1等于9，加1等于9，移过去它等于8，西方就等于24分之8，3×8 24是3分之1。所以西方我就求完了，西方等于3分之1 ，a 方是等于1的，西方等于3分之1 ，b 方等于 a 方减西方，因为 a 老大，1减3分之1，它是3分之2，所以椭圆的方程是 x 方加上 b 方除以3分之2，b 方是 y 方除以 b 方是3分之2，然后等于1，这是标准方程我们就把它求出来了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又给大家讲了几道不太难、很简单的求轨迹的问题。下节课呢，再给大家继续拓展。这节课我们就讲这么多。